大家好，欢迎回到爱丽丝的美食世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你的伴侣有毒吗？第9，有不良嗜好、强势霸道、持续说谎的人。如果他生活奢侈糜烂，如喜欢追求刺激，享受极致的物质享受，哪怕自己入不敷出，还伴有不良嗜好，就如上面所说的酗酒、嫖娼、赌博，对小黄片上瘾，甚至吸毒，对不良药物使用上瘾，经常去牛郎店啊或者陪酒小姐出没的地方等等，又或者利用他的特权对你威逼利诱，强势霸道，甚至强奸你、家暴你，用自己的生命威胁你，逼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未经你允许拍摄你们的做爱视频或者照片，之后用它来威胁你，听你要分手就跟踪你、伤害你等等，都是对方是个有毒的人的特征。如果一个人对你说依然爱着你，只不过，或者他说但是 OK， 前面那句我爱你都不重要了，直接忽略掉，无论这个但是后面接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接受对方并不能和你在一起的事实。无论你当时什么感觉，即使你可能感觉你很爱对方，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换位思考，如果你像他说的那样那么的爱你自己，你会怎么做？如果你会做出一定的妥协与包容去爱你这个人，那他们有做到吗？如果没有做到，那只有2种解释。第一，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那么的爱你。第二，他和你对于这段关系需要付出多少有不一样的理解。无论哪种原因，都不是你应该继续投资这段感情的理由。重要的话说3遍，都不是你应该继续投资这段感情的理由，都不是你应该继续投资这段感情的理由 OK， 这就是隐蔽很好的欺骗了。第10，分手分不干净，还时不时联系你。当你们分开过后，对方仍时不时的联系你，依然会对你说我依然爱你，非常想你，我好伤心啊等等，这些都等于 zero information，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话除了让你产生情愫，看你依然是否还在原地等他，让他的自恋得到满足以外，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这只能反映出他们的自私。他们这样联系你，是一种既不想放你走，又不能和你在一起的再一次的伤害。因为他没有反省，没有说打算如何改进自己的某些行为，以便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有毒的对话呢，却让你感觉到了一种内心的归属感。本来你们分开以后，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准备重新踏入单身的行列，面对茫茫的人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遇到你的另一半，又或者是否还可以找到另一半。结果对方突然发了消息告诉你，他依然还爱着你，想念你，你顿时又觉得不再孤单，又有了依靠的港湾，是不是？ No， 千万不要再这么想了。你这么想的话，只是又一次允许对方伤害你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忽视你、忽略你，不能给予你想要的，那么你对他的任何感情都与他无关，你只是在伤害你自己。我们在爱情里唯一的任务应该是首先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们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我们的。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是唯一陪在自己身边的那个人，我们的唯一的责任就是照顾好自己。而每次我们回复对方这些误导的爱情讯息，都是对我们自己更深一层的伤害，这是自我毁灭呀。所以千万不要允许别人伤害自己，更不要自己伤害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足够接触与了解对方，你是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的。我们不应该执着于你是否可以信任新的这个人，也许你不应该信任他，但是没有经过接触与了解，相处一段时间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方是否可以被信赖啊。中国有句老话叫
日久见人心。如果一个人在你们认识不久就告诉你，你完全可以信任他，事情报在他身上肯定没问题，你信任他就对了，那我敢肯定这个人有问题，事情也大有可能搞砸。如果我们在是否可以信赖对方上呢犹豫不决，不敢前进，那只是精神内耗啊。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友情、合作伙伴、恋人，都必须经过接触、了解、相处一段时间，最好在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才能通过对方的行为举止以及交谈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以被信赖。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而不是别人怎么想怎么做。如果你担心遇到的新人是不是还会和前任一样有毒，那不如我们换个思维角度去想一想。第一，你对有毒的人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了，你与之前不了解这类有毒的人的你已经不一样了，你不再天真了，对不对？第二，你已经离开有毒的关系了，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有毒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了，以及给你的感受。那么相信自己，在下一段感情里，如果出现之前类似的情景，你有办法处理好，你可以更快速度的离开。第三，没有人能保证下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只有时间可以检验。第四，只要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而不要试图找证据去验证是否对方不会背叛你。不尊重对方个人边界、监控、控制对方，把负面情绪倾倒在对方身上，这些损害感情的事情不要做就可以了。第五，给予彼此空间与自由，这个空间要大到对方如果想出轨，他可以这么做；如果对方并没有选择出轨，那就是最好的证明，不是吗？第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并不是因为相信对方不会背叛你，而是因为你对一段健康的感情关系的标准就是给予彼此足够的个人空间。一段健康的感情关系本来就是两棵平行的大树，独自独立，但又枝叶交叉在一起，彼此独立且依赖的。记住，爱是自由，因为爱对方，所以你希望对方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控制对方做你想做的事情，不是吗？第六，当你发现对方的某些行为与有毒的人相似时，不要马上轻易给对方下结论、贴标签。如果你不喜欢被人过度解读你的行为模式，给你贴标签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要冲动的给别人做同样的事情。看到可疑的迹象，我们要以一种协同作战的好队友的身份与对方沟通，询问原因，这是了解对方行为动机的好时候。因为你发现你们彼此有个 gap， 有个差距，那针对这个有疑问的行为，你要去沟通来了解对方的想法和动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了解一个人，也可以让对方意识到你和他之间存在这个差距。如果对方在意识到你们之间存在差距后呢，故意扭曲你的事实，想让你觉得你疯了，你过于敏感，这就是有毒的行为，因为它让你认为你的感受并不重要。如果你与对方交往了1到3个月，明显感觉对方付出比你少很多，你也要通过沟通让对方意识到你们的付出是不平等的。那如果他意识到之后告诉你说他会改进，但是1个月过去了，依然行为上并没有改进，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意识到一个人他想要改变和他真正在行动上能够做出改变是有差距的。有可能对方并没有真的想改变，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次尝试与对方沟通。如果对方继续表示愿意改变，而这次你也能在他的行动上看到改进的地方，那这就是在说明这个差距在缩小，这个就是好的。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让我们为另一个人改变是很难的，只有这个人自己彻底想改变的时候才会去做出改变。比如你和他谈恋爱，
他的父母反对，但是他说他会搞定父母的。结果第一次你们分手，就是因为他最终搞不定父母。然后这一次呢，你们又和好了，他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去和父母沟通，结果他还是没有进展，在那里纠结无法做决定。那我们也要理解，就是他可能是在逃避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到底是服从家长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呢，还是选择为自己而活，从此跳出舒适圈，勇敢地面对独立可能带来的痛苦，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如果一个人呢，总在同样的问题上无法做出判断，做到改进，那基本上其他的事情也就很难了，不如就此放手，对彼此更好，对吧？如果一个人3个月之后出现情绪暴怒，比如砸东西，请快离开，因为对方很有可能情绪不稳定，以后会有暴力倾向。我们看待人呢，不能黑白分明，人性是很复杂的，这个之前我也提到过。一个冷血精神病，就是精神变态，可能也会照顾无家可归的小奶猫哦。我们其实最需要了解的是我们自己，比如我们的依恋类型是什么？焦虑型、安全型、回避型，又或者是恐惧型？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点也要有所觉知，对自己的底线呢也要明确，知道什么事情容易引起我们的不安全感，也会引起我们什么样的情绪，把这些记录下来，都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比如我是个安全依恋的人，但是遇到自恋人格的人，我也会变得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因为对方言行不一，让我感觉到不被尊重，那我会非常理智的与对方沟通等等。如果沟通不成功，对方不愿意改变，那我可以选择离开这段关系。最后我推荐大家去做正念冥想，我已经在以往的视频提到过很多次了。那个带有语音的冥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情绪，缓解焦虑。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多去接触大自然，看看我那期如何通过大自然给予我们能量来缓解你的抑郁和焦虑情绪，里面有推荐的冥想类型。希望本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感谢你们的收看。如果你们也喜欢我的本期视频，欢迎大家给我1键3连，推荐给你们的好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